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视频里边的每一个镜头，注意这个人物呢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呢，这节课我们会教你一个新的方法，创建高度一致性的这个人物。而且你注意啊，这个视频它的清晰度并不高啊，它是848×480，也就是我们说的480P。但是你会感觉啊，就是整个这个视频会非常清楚，主要呢是因为图片生成的质量是够高的。所以说呢，生成一些高清的视频，其实我们必须从这个最初的图片上就需要去考量这个事情怎么去做。那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啊，关于视频生成的这个部分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呢，你需要有一些图片，然后呢，我们来生成这个视频。这儿为了保证整个的清晰度呢，我用的是One，同样是在云平台上来给大家实现这个视频的生成。这儿我同样用到的是 Running Hub。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访问这个平台，进到这个平台之后，我们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啊，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这儿呢，我们建了一个标准的One 2.1图声视频的工作流，但是又稍微做了一些改进。那这里边最大的这个改动呢，是对于提示词的生成。这儿呢，我借用了 LTXV 的提示词的增强器，这里边呢会用到 Llama 语言模型，还有我们的 Florence这个提示词生成模型。那当我给了一个图片可以把它传到这个增强器里边，那这个模型呢会根据这个图片来帮我们写这个提示词。当然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引导，比方我希望出现的是这个人物动起来啊，所以说我这儿写了一个 walking。那经过我们的采样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而非常棒的。大家注意啊，我现在这个就是832×480。就是 480P 的一个视频啊，但是你感觉上呢，它会非常的清楚，对吧？另外这里边呢，我同样为了这个生成的速度呢，用了 Tcache， 而且没有做什么特别复杂的配置啊。如果你详细去看的话，你可以选不同的这个模型类型啊，这儿我就简单一点，就直接这样用了。那下边呢，就是最关键的部分了啊，就是这些图片是怎么生成的。那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图片的质量都非常的高，而且人物是一致的。所以说呢，这儿我们会用到一个新的模型啊，这个模型其实也不新啊，是谷歌的文生图模型。大家呢可以通过谷歌的这个实验室来访问这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叫 ImageFX， 在下拉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模型啊，比方说生成视频的就 VideoFX，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VOE2 是吧？包括这个生成音乐的啊，这儿我就用生成图片的就可以了。那这个模型啊，它原始的技术呢是 Imagen 啊，就是谷歌的文生图的模型。大家可能都见过这个论文，这个论文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精讲过。好，下边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这个呢，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技巧。首先呢，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提示词的生成器。这个用哪个呢？用哪个都行啊，比方 ChatGPT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这儿呢，我用 Gemini 来和大家做这个测试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prompt。然后模型的类型呢，我们选成 Gemini 2.0， 而且带有这个推理能力。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我叫提示词，保存一下。这儿呢，我们写了一些系统的引导啊，就是告诉它要干什么。首先呢，我粘了一段标准的 Flux 的提示词，然后我会告诉它这是一个模板，我会给它一些关键元素，这些关键元素可以是图片，也可以是文本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让它帮我们生成这个提示词。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些要求，比方说要生成中文和英文两版，直接返回提示词啊，不要有其他说明性文字。因为如果你要用推理模型的话呢，它很容易出一些说明性文字啊，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它会有这样的一些文本，我们不需要，就告诉它给我最终结果就可以。而且防止它出现特别复杂的描述，所以说呢，我们要求这个单词数量在100到200之间。完了之后呢，下边我们就可以写这个提示词了。大家看一下，这是一段英文的提示词，就是你现在需要给我一段详细的提示词，让我生成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关于一个真实角色的，而且呢，给它起个名字啊，这个比较重要啊，我们叫 Cindy。另外你注意啊，我写的 Flux 提示词里边会有很多背景的东西。我现在其实生成人物的话呢，不需要它设定环境什么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求它，请注意，生成提示词时不需要说明环境，只描述
人物。现在呢，我们拿到了一个提示词啊，因为它既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它没有关于环境啊、背景啊这样的描述啊，其实主要是人物的。那我们把它拿过来，然后呢，我们放到ImageFX 里边。完了之后呢，你要注意啊，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补充，就是光有上面这个提示词不行，我们需要做一些补充。这些都有什么呢？你点这个更多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些这个单词，比方这个 cinematic 电影质感的，包括 high detail 的。我们再来看看 high contrast 高对比度， realistic 真实的，还有这个 narrow light 自然的这个灯光。注意啊，现在呢我们来创建，大家看一下效果，它会生成4张。当然不是一定能生成，有的时候它最后一张或者有2张它是出不来的，但是基本上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我们看一下，我们拿到了一个人物，是吧？这个面部特征好像不太好看，是吧？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提示词是不是有问题。注意啊，在这儿我们补充一句啊 ，A beautiful Chinese woman， 然后说一下年龄啊，这样会更好一些。我们再一次生成，说明它的种族或者叫国家，然后说明它的年龄，这个在创建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我们再来生成看一下啊，跟我生成那个人物差不多，是吧？你注意啊，一旦你把他的名字啊什么确定之后，他这个人物可能都差不多。我们多创建几遍看一下啊，基本上就是这感觉吧，是吧？好，现在这个人物定了之后，你注意啊，上边就全部保留，下边呢你看一下这个操作是怎么做的。首先点开设置，这儿有这个种子，现在呢我们把它锁定，就是现在种子不变了啊。现在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创建了一个角色啊，现在呢我给它创建场景，注意啊，上边呢全部保留，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写这个提示词。那比方说我们来写 Cindy 正在校园里骑自行车。好，下边呢我们把这块粘过来放在后边，大家注意啊，不要把原来的删掉啊，就放在后边。好，下边呢我们来创建，保证种子是锁定的，看一下这个质量都非常的高啊，能看出来是吧？特别棒啊！然后你继续写，比方 Cindy 撑着油纸伞漫步在江南的雨巷，挺好的一个场景是吧？然后呢我们把它拿过来，注意我们现在创建，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呢这个人物可能有一些变化是吧？稍微有一些变化，不过一致性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写一个别的场景吧， Cindy 在仰望星空，我们创建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一致性也是非常强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呢，其实就可以创建出来一组你想要的这个一致性人物的图片。那它用到的方法，其实我们先创建了一个人物，然后呢把种子锁定，然后呢再来创建场景，那我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啊保证这个人物的一致性。那另外你要注意写的时候，种族和年龄呢是非常重要的，尽量的写清楚。当然呢，有人说我不用 Gemini 用别的行不行？也是可以的啊，比方你可以用 Claude 试一下，你可以不用训练啊，直接给它来一个，你看它能不能给你生成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没经过训练的时候呢，这个提示词呢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是它不是一段啊，它分开给你写，是吧？当然呢，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方法去校正它，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训练的这种就是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这个说法的这种会更好。测试起来呢 ，Gemini 和 ChatGPT 呢是效果比较好的啊，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那生成的这些图片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任何一种视频生成工具啊来生成我们的视频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谷歌的 ImageFX 它这个图片生成的好处就是这个叫 AI 感呢会比较低，就是不会有特别强烈的 AI 的这个感觉啊，其实比 Flux 呢还是要好很多的。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多尝试一下这个工具。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